Hello， 大家好，我是瓦哥。的啊，一个两个的个好久没有讲有关于 BB 枪的一些改装或是一些介绍。这次呢，我们是直接开箱这个 CTM 推出了这个新款的 AAP01下枪声。那它主打的就是它可以换我们这个护片，然后再来是它的握感。以跟原厂的来说的话，这个握感，它的握感会比较好，尤其是在这一块的部分，它握起来可能原厂会有一点空空的状况，可是这个 CTM 这个它握起来会扎实很多，有没有？扎实很多。它光这个厚度，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看得到，光这个厚度就有点差了，主要是因为这个护片的关系。那另外呢，它的这个选择钮，它原厂的选择钮是比较大颗的，它原厂选择钮比较大颗，这个 CTM 它的选择钮就比较小颗，不用担心说你上快拔或是什么之类的挂的时候，你不小心压到弹夹又跑出来的。因为这一款 CTM 它是可以换这个握把护片的关系，所以这次我们一样从我们红星这边呢也买了这个1911的握把护片，实木的感觉很赞，而且它的做工非常的细。如果有看到实品的话，可以看到它的里面这个花纹啊，以及它这个算是烧黑的吗？然后还有这个它的家徽用的，我觉得都还算做工蛮细的。我主要是想要用变成这样子。有点那种日本武士刀的那种感觉，装上我这个萨克套件。那这个护片呢，其实我刚拿到握把的时候，我发现几个小问题需要去解决。第一个，它 CTM 附的这个螺丝对应上我们这个1911的这个孔呢，可能你锁上去之后，它就可以拔下来了，因为它这个螺丝头比较小，所以还是要用1911的螺丝去安装在这上面。那再来呢，是有关于卸弹钮，大家可以看到哦，它的卸弹钮另外一边还是一样是属于宽的，也就是说，我要装上去的时候，先做记号，一样要把它修改，把它这边修掉，修的一样宽，这样子卸弹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卡到这个握把护片。这个握把护片是斜下的，会有多出来的这个空间。所以这边呢，我也是要用修的。那除了以上这几个问题呢，其实都好解决了，而且我这个是实木的，可塑性也蛮高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那把萨克已经装上这个下枪声了。那我们就直接播放我们组装的过程吧 ，Go！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萨克套件这个前面这个握把先把它拆下来，再把这几个零件移到这边来。好，拆下来之后就整个把它的内构移植到这边来了。好的，这个已经被我们拆得空空如也了，然后就是要换上这一个 CTM 的这个握把，把它装上去。好的，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卸弹钮换过去之后呢，我们现在测试看看它对这个 WE 的弹夹它有没有误差或是阿手比这样。好，3、2、1，3、2、1。可以，这个装上去基本上是 OK 的，它晃是不会掉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依序的把这个扳机组以及它的火孔都装上去咯。我现在安装才知道它这个废除掉保险了，也就是说不用再装这个，它已经废除保险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对啊，它没有开保险孔，没关系，我们先装其他再测试看看。这个有紧哦。OK， 那我们现在组好了，我们就试看看它的射击效果如何。哦，它的操作其实做动还算蛮顺的啦，它的做动还蛮顺的，弹匣之后的
OK 哦，这蛮顺的 ，OK 哦。那它整个握感握起来呢，真的比原厂给的真的扎实很多。OK， 蛮适合。OK， 那我把它装在我的那个萨克刀剑上面，会感觉怎么样？可以哦，真的握起来扎实多了，真的。握起来真的扎实多了。我们接下来呢，就给它上看看萨克套件它前面的握把可不可以装上去。各位，我很遗憾跟大家讲说，没办法，因为它这个护片比较厚，那这个萨克这个侧裙比较薄，所以呢，它装上去可能就是直接对到这个底部的部分了，它没有再像原厂一样，就直接伸进去了。也就是说，装上去之后呢，你这个洞对上了，锁好之后，这个会往下，你要硬掰，要把它掰上去。这样上弹夹有点困难哦，因为你看它原本弹夹是要靠这么高的，它现在变这么低了。然后这个卸弹钮按了没反应，所以如果这样要上萨克刀剑这个握把是不行的。所以呢，只好之后装上去就只能靠这种方式去做握持的动作，也没有侧边的这个握把了。那因为它是没有保险的，所以等一下我们来测试看看它没有保险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效果的问题。好，OK 啦，是没问题，它还是一样可以做正常的动作，那只是少了这个前面这握把，就看起来比较简单利落，然后也不会因为它没有这个保险钮的关系呢，就造成其他动作不顺之类的。OK， 这个正常是 OK 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做握把握变的部分了，就来做一个小修改，让我的萨克刀剑看起来就有一种武士刀的感觉。OK， 接下来就是握把部分了。好，那我们首先呢，先把这个护片上面已经先画过线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来做一个切割的动作。Go。好的，已经终于完成我这个萨克武士刀。我们看到这个木质的握把的纹路，武士刀的这个握柄纹路，看很像。其实这个握把护片装上去之后，那感觉更加凸显、更突兀了。而且那个我们的握感，因为它变得比较厚，所以它握感更扎实一点，所以抓起来会更稳。那这种东西呢，就是有好有坏啦。因为 CT 的这个握把本身就有厚度，再加上握把护片这个的握度也蛮厚的，所以握起来很扎实。扎实呢，当然拿得比较稳，但重点是我的这个大拇指，因为它的卸弹钮比较小，按卸弹钮的话，你可能手腕就要转一下才可以顺利卸弹。各有优缺点啊，就看各位看官怎么去做选择咯。那为什么这个握把护片我在锯的时候没有去给它锯薄呢？是因为我没有这么精密的机器，所以就只能
做到这种程度，我的土炮能力就只做到这种程度了。那如果荧幕前面的你有比较精密或是高级的机器可以借我消保的话，麻烦留言跟我联络一下，我还真的蛮需要它可以消保的。我觉得它消保应该会比较好看啊，也会改善刚刚说的这个卸弹钮的问题。好的，那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 CTM 的 AAP01的新的握把，以及搭配 RST 我们家出的1911的握把护片来做的一个改装椅组合，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喜欢这部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顺便打开小铃铛，点选全部通知。如果你有任何事情想要私我的话呢，可以在 IG 以及 FB 上面就可以私我了。就这样子，我是瓦哥，下次见，拜拜。